媳妇儿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有我呢。听你起明说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你也会好的。樊龙泉，樊大哥，是我的恩人。现在我的恩人家里有难，不得不拍卖资产。今天我来，带着一份樊龙集团部分资产出手方案，希望各位能给我3分薄面，过目以爱。如果觉得这个方案可行，希望日升能够给出一份合理的价格。谢谢大家。这座矿山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就是大家如果要是能参与进来呢，我们也非常欢迎；如果不想参与的话呢，也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，好吧？这有资料，来，王总、李总、王总、赵总。像我们李氏集团呢，大家也比较了解，对吧？包括我们南山商会，大家也都比较了解。那么我魏京海我就承诺一条，大家只要说参与了我们的项目，只要我魏京海能赚到钱，我保证大家全都满载而归。爷爷，怎么了，爷爷？疼是吗？小姐，老爷子该接尿了。我来吧。来。小姐，还是我来吧。
海哥，海哥，李氏集团转出来的钱已经到咱们账户了。嗯。啊，你跟我这么多年，是不是没有跟我一起喝过酒啊？海哥，我给苍科打过电话了，我听得出来，他还是相信我们的。只要咱们找够钱，拿下采矿权，您就可以彻底去海外了，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现在什么情况，我比谁都了解。李明显啊，果然技高一筹，人又大，还能抓着核心。三哥，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地里已经跟赵鑫谈判了。这次不成功，你海哥肯定出去。还有。你警察现在不还在查吗？陈竹鹤能不能扛得住，还不一定呢。给哥把酒倒上。哥。所以，你海哥现在啊，四面楚歌了。四面楚歌了。海哥。您现在出境吧，这边的事交给我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全推我身上。您是干大事的人，不能折在这儿。如果我以后还能出来，我还跟您。推给你，谁信？但是，你对哥的这份情谊，该信任吧？信任。喂，魏总，跟您说个好消息，我今天去东兴了，他们老板愿意跟咱们一块儿干。东兴家底儿可不薄，咱们现在就差30个亿。差不多吧。还有个事儿，您知道沈云兰他们要干什么吗？拍卖。我还以为这赵大弟有什么本事呢。
就为了快点筹钱，他们居然能把樊龙泉的家底儿给卖了。您说讽刺不讽刺的？到时候咱们可得一块儿去看个热闹。韦总，您真的不来了？我们可都到了。徐老和周子楠什么实力咱们都很清楚。我给沈玉兰他们也算过，至少有50亿的缺口。我就不信他们能凑得出这么多钱来。韦总，我在想您还是……韦总。东西都放好了吧？嗯。好，恭喜马先生竞得我们的5号标的。下面是我们的6号标的，6号标的为杭城市东湖路鹏城会馆及其附属物，其建筑面积为1132.92平方米，标的起拍价为1800万，现在可以开始定价。我们的6号标的交通便利，配套设施齐全，位置绝佳，非常值得入手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起拍。我听季杰说，你投了贾地他们的合资公司。1800万，有人出价吗？1800万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1800万。大的你都出了，小的你就别争了。1800万一次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1900万。好，黎先生出价1900万。1900万有加价的吗？2000。裴女士出价2000万。2000万，还有没有人要再跟一口？林先生要不要考虑再加一口？你就这么点钱，拍他做什么？那么2000万一次。因为你要拍啊。这个会所意义不一样吧？2000万2次。2100万。好，2100万，这位先生加价到2100万，还有加价吗？2100万一次，2100万2次。2500万。2500万，东雷集团蔡妍之女士出价2500万，还有加价吗？要不要考虑再加一口？我出3000。好，裴女士加价到3000万，3000万再次回到裴女士手中。4000万。4000万，蔡女士再次出价4000万，还要加吗？裴女士。蔡女士再次出价4000万。4000万一次，4000万2次。5000。好的，飓风资本李志吉女士出价5000万，5000万有加价吗？还有其他人加价吗？我怎么觉得那座小区要不要考虑再加一口？飓风在东北都已经入股。好，5000万一次。7000。7000万，7000万再次回到我们蔡妍之蔡女士的手中。李女士还要再跟吗？
加10万。好的，李女士又加10万，现在是7010万，再次回到李女士手中。蔡女士要不要考虑再加一口？8000万。好，蔡女士再次出价8000万，加10万。李女士又加10万，现在是8010万，1亿。1亿。蔡女士加价到1亿，确定吗？蔡女士？加10万。好，现在是1亿010万，又给到我们林女士。10万。知道这个地方对你有多重要。好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1亿010万一次，1亿010万2次，1亿01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我们的李知锦女士。好，下面来到我们的拍卖的重场环节。你是青帝那个没过门的妻子吧？妻子就是妻子，我不需要陈家承认。龙泉之前那些资料都是你给的？难得你有这份心，南山商会，谢谢你。谢就不必了。您身为南山商会的会长，放开权限清查内部，很难吗？陈家跟我是老交情了，
按辈分，朱贺要喊我声伯伯。为了区区5000万，不值得呀。当初亲弟被陈家当作私生子，不愿承认。投向您的时候，您一直打压他。后来亲弟事业有成，已经落魄的陈家要他认祖归宗，他又成了您的座上宾。一个从来没有变过的人，怎么就值得吻？我和樊龙全是萍水之交。那天我问他陈家那事进展的时候，他说你会给他一个交代。我觉得他真信了。徐叔，里面请。徐叔，您来了，请上座。小林，去招呼一下。叔，您这是不喜欢啊？赶明儿我再给您挑两件别的，给你送家去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对这些呀一窍不通。您对，既然你找我，就直接谈事儿吧。好，其实找您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就是咱们那个矿区啊合资扩建的事儿。上次我听李叔说，本来想任命樊大哥当总指挥的，那我都准备好了，想去家里面去恭喜樊大哥。没想到，逝者已逝，咱们的路还得走下去。既然大家这个股份比例认购都已经敲定了，你看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让大伙儿抓紧把这个款项落实了？你看，签完合同啊，就可以招商引资啊，是吧？这些事大家伙都得一起商量啊，总不能一直搁置着，总不是个办法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啊，就是能不能把大伙一块儿召集起来，合计合计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抽雪茄呀。叔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现在有时候出去应酬，白酒都能喝上2杯啊，我长大了呀。你长大了，想当总指挥了吧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开会是你的意思，还是李老的意思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樊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，现在新董事长人选还没定，你要给谁开会啊？我说句不该说的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很多事情心里应该有数了。嫂子常年在家，他们选一个董事长出来，
应该不难。只是眼下，樊家人对我的误会太深了，像这种沟通的事情啊，我实在是不方便出面，所以想请叔叔您做个中间人，提前先说和说，就是以免到时候开着会，闹得大家再不愉快。顺儿，你意下如何？顺儿，前2天啊见子琪，子琪弄得还挺难过的。他说这个小姐要是回了公司啊，他该往哪儿去啊？然后公司刚好有一个俱乐部闲置的。他还挺喜欢的，所以我就拟了一份赠与合同，你手里带给子琪。司机酒驾肇事，主动报警送医，就算是致人死亡，最多判3年。3年，要了樊大哥的命。爷爷，这个水是你们家的吗？这多少钱一瓶？哦，1块。给您放这儿了。好的。对面那个早餐铺最近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那小慧儿真不容易，一个人带着个孩子，家里还有2老人，那小子，哎呀，真是不争气。爷爷，您说的这个强子是那个后厨司机吗？他怎么了？赌博，头几年天天打得鸡飞狗跳的。哎，家里还总有人要债。你说的也真是巧，那强子啊，多少天不回家一趟？说是头1天回来了，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吃了个饭。我还琢磨着，这是浪子回头呢。哎，饭没了，只有粥了。哦，那帮我来碗粥吧。谢谢。你好，你是徐志强的妻子王慧吧？我们是警察，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。大哥，您的串。好嘞。樊哥刚走，就让外人看着兄弟和嫂子为了争家产打得不可开交，这样真好。跟我谈感情啊！98年，我跟你樊哥辛辛苦苦创立公司到现在，米兰姐不在吧？可他现在出来要做董事长，凭什么？00几年的时候，
大家都在抢地皮，都知道手上有现金是最重要的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唯一一个要款项结清才可以做新项目的公司，所以我们公司走到今天是越走越小，越走越远。凡哥他太在乎的是人情了。刘鑫就是一个司机都能当高管。你承认，凡哥是一个好大哥，也是一个好兄弟。家弟，我给人打了一辈子的工，我也想当老板。同志进警局那天，我跟凡哥吃过顿饭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我想了那么多天，还是确定不了。冠冕堂皇的，发自肺腑的，每一句话我说出来都没有他那天说的能打进我心里。所以朱哥，我不想让他说，我不想让那些真诚的、热血的、有良知的，在这个世道混，还能不玩脏心眼的人说。李氏集团看起来是很光鲜，负债式经营，大规模扩张。可是朱哥，你知道凡哥在矿区的布局过几年会焕发多大的潜力吗？一个人能坚守自己的理想，把公司带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有多不容易吗？那天吃饭就像现在这样，他坐在我对面跟我说：“家弟，我去矿区就是为了跟那帮外国佬争跑，咱不能被人卡着脖子。”一个私企老板，兜里没什么钱，满脑子想的是定价权的事儿。可小米，但是我信了。苹果，我走到今天，就写俩字儿：情和义。你说我跟你聊感情，没错，因为在我心里，这比现实高贵多了。你可能会觉得我没实力，但是我就是要跟那帮人死磕到底，因为他们伤害到了我最在乎的东西。哥，兰姐是高材生，她缺少的是经验，所以她真正需要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兄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刚才说的其实都是扯淡。我们不能活到自己。人要死了，像凡哥这样，什么都没了。怎么会呢？不是还有你，还有我吗？
你会选董事长？那肯定是朱总啊！哎，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哎，我之前在电梯里碰到过嫂子一回，我觉得人真挺好的。人好，人好管什么用啊？董事会那几个不都是朱总的兄弟吗？可是，刘总，刘总，是不是闲的没事干呢？不就一司机吗？神气什么呀？各位董事，今天樊东集团将进行新任董事长的选举。你不是提议要把矿区负责人的提名合并进去？小弟来了吗？朱总，一件一件办。小张，咱们开始吧。选举结果出来了吗？啊，知道了。法官。啊，不是，董事长。错的那版撤回来了，这是新公告，您看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各位董事，经过再三考虑，我决定退出本次选举。魏总好，李老今天也来吧？咱们先进。哎，金海，你来了，小叔，好久不见。司徒子，气色好的，很好。请。黄总，好久不见了。你骂我？哎，杨总，客气了，不存在。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是想的是第一步啊，所以说我们先把朱总，选举结果我听说了，恭喜。魏总，杨总，哎，幸会。哎，哎呀，前面的项目啊，感谢朱总，魏总您的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啊，那你先忙。以后还免不了麻烦您。没关系，这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啊。关于选举樊东集团第2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，沈玉兰女士以全票当选，将担任樊东集团新任董事长。各位，下面我宣布一项新的人事任命。关于我们集团在卡尔普尼亚矿区的合资扩建项目，根据董事长提名，经董事会表决，将聘任赵甲地先生为本次项目的专项负责人。
周总，什么意思啊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新任的矿区项目负责人，以后呢，还会外派到我们合资公司。周宗平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这是我们董事长沈玉兰女士和全体董事的一致决定。周先生，你今天来是议事的，还是有别的事儿？代表公司参与议事。在座的诸位都知道，我跟赵甲弟之前有些误会。虽然他是赵鑫的儿子，但是樊龙泉樊大哥信任他，我也愿意相信他。赵总，我代表南山商会。叶京海，我来是以公司的名义提出罢免你的议案，我手就不必了。朱宏远，樊龙泉没了，我以为你脑子会聪明一点，这他妈是收益几百个亿！你嘴巴给我干净一点。李会长，我知道，今天要确认合资扩建的总指挥，也是新会长人选。这个时候提出反对，符合流程吧？你要说什么，一次性说完。南山商会执行董事魏京海涉嫌走私，采购主管陈竹鹤是他帮凶。2人联手盗取公司财产，亏空合资公司，其他参与人员还有待排查。樊龙集团以南山商会董事的身份敦促李会长进行内部排查，将有关人员尽快移交司法。你说的这么肯定，有证据吗？樊总在生前曾多次要求清查老矿区账目，我们把他带回来的资料做了一个整理。主要问题在于内部审计徇私舞弊，账目作假，虚构库存和支出。2年前，一家注册在卡尔普尼亚矿区的公司成功竞标了南山商会的外包业务，但这家公司是空壳公司，法人、老板都是陈竹鹤。具体信息就列在第8页第15行。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子。是吗？除了各位手中的资料，樊总的资料里还有一份录音文件。这是当事人的亲口证词。兄弟，你把钱收了，心放肚子里，这么多人参与，还能让你出事儿？陈总，我才刚出来，你这单太大了，我不敢接。上面要是查出来，我肯定得5年以上。哎，小烈，我这么说吧，财务审计、项目车间、港口都有咱们的。上面有老大顶着，你怕什么？做这一单，顶你多少年工资？录音一共7分钟，分别列在文件的第17页和18页。孰是孰非，相信各位自有判断。如此说来，你是帮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啊！但是，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以陈竹鹤在合资公司的权限，他不可能打通这么多人。
矿渣碎石在国内随处可见，而且价格便宜。你们非要花重金往回运。魏京海，你身为矿区的主管，却3番5次的出面协调帮他擦屁股。走私，还有那些脏事儿，你脱不了干系。我脱不了干系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陈家在矿区没有什么核心产业，还是之前杨清帝留下那块地皮。当然，那也是我们南山商会的起点。我们李会长念及当年与杨清帝的情谊，我们这些做晚辈、做后辈的，自然也要跟上。我记得上次跟你说了，我跟陈竹鹤是结拜兄弟啊，你忘了？至于你说那些七七八八的，我不想跟你费什么口舌。关于矿区上面什么情况，在座的诸位哪一个人不比你清楚？你今天搞这么大的阵势，我理解，你是想替樊大哥讨一个说法，对吗？你跟樊大哥才认识几天啊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樊大哥的意外，我比你更痛心疾首，我比你更想替他讨回公道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天之所以能把大伙聚到一块儿，无非是利润二字。我承认，樊大哥生前有一些商业逻辑，我确实看不懂。做生意嘛，脑子有活分些。我认为，能把拆东墙补西墙做得不露破绽，这就是能力。如果所有一切全部都按规矩来，挣什么钱？我说完了。李会长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你要说的话，都说完了吗？他在说谎，你们都知道他在说谎。那我说与不说的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要做的，已经跟你们打好招呼了。接下来，我会从外部开始自己查。魏京海可不止走私这一项。如果有损商会的名誉，多担待了。李会长，樊大哥跟我说，您教会他的第一课叫生财有道，但您的道和他的道太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这个赵小弟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我还以为能说什么呢，无非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。啊，诸位，哈哈，真是。
团家那边回头我再去谈一次，咱们别耽误时间了，继续推进吧，好吗？嗯。洪平，坐。哦。诸位，我宣布2件事。第一件，新矿区合资扩建总指挥由我来担任。第二件，老矿区开始清查账目，新的审计团队马上就要到了，下星期开始工作。做一件事儿，看一个人，你比事儿值钱。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，文龙泉，你得牛逼，得让跟着你这帮兄弟都能有尊严的活着。大弟，我想知道，他上一回站在这儿的时候，在想什么？李明显当众表态彻查，局面正在向魏京海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。作为魏京海非法犯罪活动白手套的陈竹鹤，势必保不住了。要斩断自己和他之间的关联，退步保身并不难。但一旦陈竹鹤被抓，那将有大量的账本、单据、客户信息等罪证需要被转移销毁。这会造成魏京海地下活动的停滞，恶化他和桑科本就岌岌可危的关系。现在南山商会的成员尚且不知，合资扩建的矿区里，铁矿石的样品成分中还有12%的钛。与提炼后钛的价值相比，铁矿石几乎是附赠的垃圾。这也是魏京海与桑科一直密谋要私吞的利益，而他并不知道，警方已经开始了深度调查。魏京海似乎已离总指挥的位置越来越远了。海哥，很好，通知焦野，今晚派船，我要送陈竹鹤出境。上次那条线路根本不安全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。海哥，陈竹鹤不见了。海哥，陈竹鹤，
不去哪儿了？魏总，你在找人啊？你是谁？老爷子，您已经坐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该活动活动？王爷，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呀？他这一走，就回不来了。对不对得起名义？我怎么都不知道了。现在就是人老了，爱窝子气了，我就是舍不得，我舍不得。您保重。海哥，老爷子在休息，你稍等一下。